公公死了半年後，婆婆懷孕了。58歲的婆婆身材曼妙，腿上的絲襪一天破一雙。她告訴我，懷孕的時候我勸她留掉，畢竟她年紀大有風險，卻換來婆婆一記耳光。老公也立刻護在婆婆身前，斥責我自私。後來婆婆再三斟酌，留掉了孩子，卻在我女兒出生後把我的女兒扔在雜物間。我跪着求她給口奶粉，她卻把整罐倒進下水道，嘶吼着餓死了正好，省得浪費錢。女兒滿月那天，我喝下婆婆親手遞來的補湯，七竅流血時，看見她正用枕頭悶死我的女兒。老公卻在我死後選擇原諒婆婆，另娶新歡。在睜眼時，我站在熟悉的客廳裡，於麗華撫着平坦的小腹，得意地宣布自己懷孕了。我露出最溫柔的笑，向婆婆道喜，說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這一次，我要讓她親身體會高齡產子有多危險，喪子之痛有多刻骨，被至親背叛又是什麼滋味？劇痛像潮水一樣一波波襲來，我的視線已經被汗水模糊。產床上，我能感覺到生命正在流逝，卻仍然死死抓住床單，拼命想要生下這個孩子。醫生表示要準備緊急剖腹產，因為我的血壓持續下降。婆婆尖利的聲音刺破產房的混亂，堅決反對剖腹產，說順產對孩子好。她還提起自己當年生明川也是九死一生，嘲諷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嬌氣。我張開嘴想求救，卻發不出聲音。老公在哪裡？為什麼他不來救我？眼前開始發黑，最後的意識裡是婆婆湊近的臉。她惡狠狠地對我說：賠錢貨死了正好，給我小兒子償命。我死了，但奇怪的是我還能看。我看到自己被白布覆蓋推出產房，看到我那剛出生的女兒被婆婆活活虐待致死，看到老公在谅解書上簽字時甚至沒掉一滴眼淚。我看到母親在我的葬禮上哭到昏厥，而婆婆穿着鮮豔的紅裙子，像參加慶典一樣，靈魂在虛空中飄蕩了不知多久。突然一陣刺眼的白光襲來，老公不耐煩地叫我說：媽在跟我說話，將我拉回現實。我眨了眨眼，眼前的景象讓我渾身發冷。熟悉的餐廳，熟悉的餐桌，婆婆坐在主位，正用那種故作優雅的姿態擦拭嘴角。這是半年前公公去世後的家庭聚餐，前世就是在這天，婆婆宣布了她懷孕的消息。婆婆撫摸着平坦的小腹，臉上浮現出夢幻般的笑容，說老陸走之前給她留了最後的禮物，她懷孕了，已經6周了。我的手指死死掐進掌心，疼痛提醒我這不是幻覺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悲劇開始的那一天。前世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後，立刻小聲勸阻老公考慮她母親高齡懷孕的風險，結果被婆婆偷聽到，當場甩了我一耳光，罵我是外人插嘴。那一巴掌打碎了我對這個家最後的幻想。我聲音充滿喜悅，甚至站起身走到婆婆身邊，輕輕擁抱她，說這是爸爸留給她最好的紀念。婆婆明顯愣住了，連老公都驚訝地看了我一眼。前世的我絕不可能有這種反應。我繼續說着，臉上掛着完美的微笑，說她今年才58歲，現在醫學這麼發達，完全沒問題。還問明川是不是，說他們要有個小弟弟或小妹妹了。老公的表情由驚訝轉為滿意，附和我說讓媽安心養胎。婆婆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但很快被兒子的附和取悅了，說還是明川懂事，老陸在天之靈一定會保佑這個孩子的。我坐回座位，低頭喝湯，掩飾眼中的寒光。是的，我會讓你們都如願以償。這一次我不會再阻攔婆婆生下那個所謂的禮物，因為我要讓她親身體驗什麼叫自食惡果。醫院的驗血報告在我手中微微顫動，妊娠3周與前世完全相同的時間點。我站在婦產科走廊，看着一個個孕婦隆起的腹部，前世記憶如潮水般湧來。女兒出生時那嘹亮的哭聲，婆婆假裝慈愛接過的雙手，以及3個月後我在嬰兒房看到的那具青紫色的小身體。護士詢問我是否需要預約下次產檢，將我拉回現實。我拒絕了護士，說想預約人流手術，語氣冷靜的不像在決定一個生命的去留。護士明顯一怔，反問我是否確定，說胎兒目前很健康。我打斷護士，讓她把手術安排在2周後的周5下午，選在遠郊的第3分院。走出醫院時，初夏的陽光曬得人皮膚發燙。前世此時，我正歡天喜地準備給老公一個驚喜，灼得我肋骨生疼。這個孩子不能留，不是我不愛他，而是我太清楚他將面臨怎樣的命運。與其讓他重複前世的痛苦，不如用他的離去成為我復仇的第一步。手機震動起來，屏幕上“老公”2個字閃爍不停。老公用命令式的口吻告訴我，媽想吃城南的桂花糕，讓我買回來再做晚飯。他還說婆婆孕吐難受，讓我別磨蹭。語氣與前世如出一轍。我乖巧的應下，說自己馬上去買。城南糕點鋪排隊很長，我站在隊尾慢慢挪動，借機觀察包裡的檢查單。前世我直到懷孕8周才公布消息，這一世我要主動出擊。回到家時已近7點，婆婆半躺在真皮沙發上，見我進門立刻拉下臉，質問我買個糕點要3小時，是不是存心想餓死他們母子？我低頭換鞋，向婆婆道歉說排隊的人太多，同時故意讓孕檢檔案袋從包裡滑落在地。老公搶先一步撿起檔案袋，抽出裡面的檢查單後，臉色驟變，質問我是不是懷孕了。婆婆像被針扎般彈起來，一把搶過檢查單，語氣難以置信地問我是什麼時候懷的。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露出羞澀的笑容，說已經3周了，和媽差不多時間，真巧。老公張着嘴，目光在我和他母親之間來回游移。這個媽寶男此刻像個卡殼的機器人，完全不知該先關心誰。我柔聲打破沉默，問明川，雖然比預期早了些，但2個孩子一起長大是不是很好？婆婆突然尖叫起來，將檢查單摔在地上，怒斥我懷孩子是故意搶她的風頭，她懷孕需要靜養。老公慌忙扶住婆婆，轉頭對我皺眉，質問我這麼大的事怎麼不提前商量？我彎腰撿起檢查單，強壓住喉嚨裡的血腥味，看啊，這就是陸家的規矩，我連懷孕都需要提前申請。我眼眶瞬間蓄滿淚水，裝作委屈的樣子，說以為他會高興，還提起醫生說可能是雙胞胎。老公聽到雙胞胎，態度立刻鬆動，這個重視香火的男人最
吃這套。婆婆眼神陰黢地盯着我的肚子，提醒我高齡產婦懷雙胞胎風險大，萬一流產就麻煩了。老公罕見地打斷婆婆，說我才32歲，不算高齡。我趁機遞上桂花糕，讓婆婆先吃點東西，說自己這就去做飯。婆婆一把打翻糕點盒，罵我少假惺惺，說我就是存心氣她。她突然捂住肚子呻吟起來，喊着肚子疼。老公立刻慌了神，狠狠瞪我一眼，指責我闖了禍。戲碼開始了。前世他也總用這招，每次我稍有反抗就假裝難受。我站在原地沒動，冷靜觀察他誇張的表演。我做事要拿手機，說去叫救護車。婆婆立刻停止呻吟，惡狠狠地盯着我，說不用叫救護車，扶她回房就行，還讓明川陪她去。老公像條忠犬般攙扶她離開，臨走前丟給我一個警告的眼神。我微笑着目送他們上樓，然後慢條斯理地撿起散落的桂花糕。廚房裡，我一邊切菜一邊盤算。婆婆的反應比預期更激烈，這很好。憤怒會讓人失去判斷力，而我要的就是她失控。晚飯時，婆婆拒絕下樓，老公端了餐盤上去，半小時後空着手回來，臉色陰沉。老公坐下就指責我說婆婆氣得不輕，還埋怨我明知婆婆剛懷孕情緒不穩，偏要選這個時候添事。我低頭扒飯，語氣委屈地說自己沒想到婆婆會這麼介意，坦言孩子來了本是喜事。老公煩躁地抓頭髮，叮囑我這段時間多讓着婆婆，說她年紀大了，懷孕不容易。我乖巧應下，隨即話鋒一轉，詢問婆婆之前是不是說想請個月嫂。老公告知我，婆婆打算請2個月嫂，一個照顧新生兒，一個照顧她自己。我放下湯勺，眼神純良地提議，不如把請月嫂的錢留着給婆婆做產後修復。我還說可以找親戚推薦月嫂，能省不少錢，刻意勾起老公的興趣。老公眼睛一亮，這個吝嗇的男人最在乎錢，連忙問我有沒有合適的人選。我面不改色地撒謊，說表姐剛考了月嫂證，收費只有市場價1半，還特意強調表姐特別會照顧高齡產婦。老公一錘定音，讓我明天帶表姐來見婆婆，徹底落入了我的圈套。夜深後，我躺在床上假寐，聽着身旁老公的鼾聲，手卻在輕輕撫摸平坦的小腹。對不起，我的孩子，但你的離去會比你的存在造成更大的殺傷力。婆婆不是最看重她肚子裡那個禮物嗎？我要讓她親眼看着這個禮物如何毀掉她珍視的一切。婆婆的產檢日成了家裡的頭等大事。我站在衣櫃前，看着她試穿第5套孕婦裝，絲綢面料在晨光下泛着昂貴的光澤。我遞過一條珍珠項鏈，誇讚這套衣服顯瘦，假裝沒看見她後頸的汗珠，還安慰她說醫生說她各項指標都很好。她哼了一聲，還是接過了項鏈。這半個月來，我像伺候皇後一樣伺候她，連老公都驚訝於我的懂事。婆婆對着樓梯口呼喊老公，問他怎麼還沒準備好。老公邊繫領帶邊跑下樓，手裡還拿着車鑰匙，轉頭問我有沒有裝好婆婆的保溫杯。我微笑着遞過精心準備的待產包，告知她已經裝好了40度的紅棗茶，包裡每樣物品都按婆婆的喜好擺放。前世我難產時，他們連一片衛生巾都沒給我準備。目送他們離開後，我立刻上樓反鎖臥室門，從床頭櫃最底層取出備孕維生素瓶，倒出2粒碾碎在紙巾上。這些根本不是維生素，而是避孕藥。自從確認重生後，我一直在服用，確保腹中胎兒不會真正發育。手機震動起來，是醫院發來的人流手術提醒。我刪掉短信，轉而打開電腦查詢高齡妊娠併發症。打印機嗡嗡作響，吐出一張張資料：妊娠高血壓、糖尿病、產後大出血，每項風險都被我用熒光筆標出。門鎖轉動的聲音讓我迅速收起所有證據。老公推門進來時，我只穿着睡衣在整理衣櫃。老公鬆了鬆領帶，告知我婆婆檢查結果很好，醫生說胎兒比實際周數大，可能是男孩。我假裝歡喜地向他道賀，隨即詢問他表姐明天來面試月嫂，婆婆是否方便見面。老公皺眉說婆婆明天約了姐妹喝茶，讓我改天。我低頭掩飾冷笑，婆婆所謂的姐妹茶會不過是炫耀她高齡懷孕的舞台。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提議陪婆婆去茶會，說正好有個驚喜要宣布。老公立刻緊張起來，追問我是什麼驚喜。我神秘地笑笑，轉身去浴室，確保他看見我藏在睡衣口袋裡的醫院預約單露出一角。次日清晨，我特意早起做了婆婆最愛的蝦餃。她慢悠悠下樓時，我已經擺好碗筷。婆婆狐疑地打量我，質問我今天怎麼這麼殷勤。我給她盛粥，笑着說今天是好日子，想陪她去茶會。她正要拒絕，突然瞥見我故意放在茶几上的醫院預約單，她一把抓起來，眼睛瞪大，厲聲質問人流手術今天。老公的勺子哐當掉在地上，滿臉震驚地追問我情況。我立刻紅了眼眶，顫抖着拿出偽造的 B 超單，謊稱昨天複查時醫生說胚胎停止發育，需要盡快手術。婆婆的表情從震驚迅速轉為隱秘的喜悅，又強行擠出幾分同情，假意安慰我事情太突然。老公衝過來抱住我，這是半年來第一次主動擁抱，急切地問我為什麼不早說。我靠在他肩上啜泣，說怕影響他和婆婆的心情。餘光悄悄觀察着婆婆的反應，她正盯着那張 B 超單，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揚。老公提出陪我去醫院，我擦着不存在的眼淚拒絕，說只是小手術，讓她別耽誤婆婆去茶會。婆婆立刻接話，讓老公陪我去，說自己可以讓李姐來接，還重重拍了拍我的肩，讓我養好身體，說以後還有機會。我低頭做悲痛狀，心裡冷笑，她當然希望老公陪我去，這樣她就能在茶會上盡情宣揚自己不幸流產的兒媳，順便凸顯她老當益壯的孕肚。手術預約是假的，我真正要去的是銀行。過去1個月，我悄悄整理了所有共同賬戶的流水，發現老公每月都會給婆婆轉一筆贍養費，金額遠超正常水平。銀行櫃檯前，我遞上結婚證和身份證，讓櫃員幫我查詢名下所有關聯賬戶。櫃員敲擊鍵盤後抬頭，告知我和老公的聯名賬戶最近有大額支出，詢問我是否需要明細。我讓櫃員把所有明細全部打印出來，
打印機吐出的紙張越來越厚，我快速瀏覽，心臟狂跳。除了已知的轉賬，老公還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，用我們的共同存款為婆婆買了高額養老保險，受益人只寫了他自己。我指着最底下那張陌生的卡號，讓櫃員也打印這張卡的流水。這是我在老公舊錢包裡發現的，一直沒找到機會查證。結果讓我呼吸一滯。過去2年，這張卡每月都會收到一筆來自麗華裝飾的款項，總計近40萬。而麗華裝飾正是婆婆名下那家從未營業過的空殼公司。原來如此，老公一直在通過虛假交易轉移我們的共同財產，錢是我至死不知情的秘密，如今赤裸裸攤在眼前。我將資料拍照存檔，原件鎖進新租的保險箱。走出銀行時，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。手機響起，是老公。老公在電話裡問我手術是否結束，還說婆婆問我要不要喝雞湯，我幾乎笑出聲。我壓低聲音裝作虛弱，說不用了，自己想靜一靜，還讓他晚上幫我帶份城東的燕窩粥。老公語氣關切地應下，那份關切真假難辨。掛斷電話，我打車去了城錦的診所。這位大學同學現在是婦產科醫生，前世曾偷偷告訴我婆婆給我的月子餐有問題。城錦見到我大吃一驚，問我是不是今天預約了手術。我關上門，直白地讓他幫我一個忙。半小時後，我帶着一份真實的流產證明和幾份高齡妊娠風險資料離開。城錦還給了我一個小瓶子，叮囑我劑量很輕，但足夠引起強烈孕吐。回到家，我驚訝地發現婆婆居然在廚房煲湯。她轉身時，我分明看到她眼中來不及收起的得意。婆婆盛了一碗當歸雞湯遞給我，說這是補氣血的，特意燉給我喝。我假装喝了一口，向婆婆道謝，還叮囑她坐下休息，別累着。她滿意的點頭，突然捂住嘴，乾嘔起來。我連忙扶她坐下，趁機將城錦給的藥粉撒進她的保溫杯。我關切地讓婆婆喝水，說她臉色看着不好。她毫無防備地喝了幾口，不一會兒就面色發白，疑惑地說自己突然頭暈。我憂心忡忡地遞上打印的風險資料，告訴她高齡懷孕就是這樣。我還特意提起醫生說她這個年紀最容易出現妊娠劇吐。婆婆看着資料上標紅的高危警示，手指微微發抖。這時老公拎着燕窩粥進門，見狀立刻衝過來詢問婆婆的情況。我嘆氣解釋說婆婆可能是太勞累了，執意要給我煲湯才累着的。婆婆想反駁，卻被一陣更劇烈的嘔吐感打斷。老公手忙腳亂地翻資料，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叮囑婆婆要絕對靜養，醫生就是這麼說的。我看着這對母子，一個面色慘白，一個驚慌失措，心裡湧起久違的快意。這只是開始，親愛的婆婆，您精心設計的噩夢我會一樁樁還給您。我流產後的第7天，婆婆這邊已經吐得下不了床，醫生開的止吐藥似乎毫無效果，她眼窩深陷的樣子像個骷髏。老公下班回來，看到原封不動的餐盤，直皺眉，問我婆婆今天是不是又沒吃東西。我正往婆婆房間送新的嘔吐袋，跟她說明妊娠剧吐就是這樣。我查過資料，可能持續到孕中期。她煩躁地抓抓頭髮，反問我當初流產時怎麼沒這麼嚴重。我苦笑一聲，告訴她是因為年輕，醫生說超過35歲風險就直線上升。說到婆婆的年紀，我故意欲言又止，這正是我要的效果，讓她潛意識裡開始質疑母親的決定。深夜，我悄悄起床，摸出婆婆藏在床頭櫃的孕期日記，這個習慣她保持了幾10年。前世我曾無意中看到過她對我的惡毒詛咒。5月20日，今天那個賤人流產了，活該。明川居然有點難過，沒出息。5月25日吐得厲害，肯定是那賤人克我，他裝得那麼孝順，肯定在湯裡下了藥。我冷笑一聲，繼續往後翻。6月1日，老同學介紹了個大師，說能算胎兒性別。大師要了我和明川的生辰八字，算出是男孩，但要防小人。我迅速用手機拍下這幾頁，尤其那個大師的聯繫方式。前世他也找過這個神棍，結果被騙走10萬塊。當時我還傻乎乎地安慰他，現在想來真是諷刺。第2天早餐時，婆婆虛弱得連勺子都拿不穩。老公終於忍不住了，試探着詢問婆婆是否考慮醫生的建議。婆婆警覺地抬頭追問是什麼建議。老公艱難地說出終止妊娠，解釋說他身體實在撐不住了。婆婆猛地拍桌，厲聲怒罵放屁，碗裡的粥濺到桌布上，質問是不是我跟老公說了什麼。我正端着果汁出來，聞言僵在原地，眼眶立刻紅了，說自己只是擔心她。婆婆罵我裝可憐，抓起餐巾紙砸向我，說自從我流產，她就開始不舒服，肯定是我搞的鬼。老公罕見地站在了我這邊，幫我辯解，說我每天都伺候她。婆婆不該這麼說。婆婆見兒子不向着自己，立刻轉換策略，捂着臉啜泣起來，哭訴自己造了孽，老路走了，連兒子都不要她了。老公頓時手足無措，我適時遞上紙巾，輕聲說婆婆只是孕激素影響情緒，我能理解。這場鬧劇以婆婆回房休息告終。老公愧疚地看着我說婆婆以前不這樣的。我柔聲打斷他，告知他財務部王總找他，說有個緊急項目。他臉色一變，反問我怎麼知道這件事。我面不改色地撒謊，說他手機落在浴室，我幫他充了電，聽到震動就看了一眼。實際上我翻遍了他的通話記錄和郵件，那個緊急項目是他和女同事的曖昧約會。前世我一直被蒙在鼓裡。老公匆匆出門後，我立刻開始整理收集到的所有證據。打印機工作時，婆婆突然出現在書房門口，她狐疑地盯着正在吐紙的打印機，問我在幹什麼。我迅速切換屏幕，說在整理工作資料。朋友介紹了個設計私活，想賺點外快補貼家用。她輕蔑地哼了一聲，嘲諷我流產才幾天就想着賺錢，不知情的還以為陸家虧待我了。我低頭認錯，順着她的話回應，同時確保她看到屏幕上刻意打開的銀行賬戶餘額，那上面顯示的數字還不到實際存款的1/10。婆婆果然上鈎了，疑惑地問怎麼只剩這麼點，還說老公剛發了獎金。我假裝猶豫，說可能是投資虧了，還提起老公說他知道這件事。婆婆語氣陡然提高，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。我故意欲言
又止，提起是那個保險項目，還說可能是自己理解錯了。婆婆臉色陰晴不定，最終什麼也沒說就離開了。我知道她一定會去質問老公關於錢的事，這正是我要的。下午我去了程瑾的診所複診，程瑾檢查完後說我身體恢復得不錯，但心理創傷需要時間。我苦笑說比起前世已經好多了。見四下無人，我壓低聲音問他那個大師的情況查到了沒有。程瑾點頭告訴我那人就是個江湖騙子，專騙孕婦錢，上個月剛被舉報，正被警方調查。我微笑着說完美，請求他幫我匿名提供點線索，比如大師最近接觸的高齡孕婦客戶。離開診所時我接到老公電話，語氣是從未有過的慌亂，說婆婆被警察帶走了。我裝作震驚的樣子追問發生了什麼事，老公語無倫次地說婆婆涉嫌詐騙，還疑惑她怎麼會牽扯上這種事，讓我趕緊回家一起去派出所。派出所裡婆婆面色慘白地坐在詢問室，原來那位大師被舉報利用生辰八字詐騙，而婆婆轉賬的10萬塊赫然在列。婆婆抓着老公的手哭訴，說自己只是想確定胎兒性別，不知道那人是騙子。老公臉色難看至極，追問婆婆那10萬塊是哪來的。婆婆語塞，眼神飄忽。我適時插話，試探着問是不是公公留下的那筆錢。她立刻順杆爬，連連說是老陸的遺產。老公將信將疑，我知道他在想什麼。父親遺產明明所剩無幾，這個裂痕會隨着時間擴大，而我只需要耐心等待。辦完手續出來，婆婆已經虛弱的走不動路。回家的車上，她突然抓住前排座椅，痛苦的蜷縮起來。老公急忙急剎車，關切的喊她。婆婆冷汗直流，痛苦的說自己肚子好痛。我立刻撥打了120，同時注意到她褲子上滲出的血跡，高齡孕婦受此驚嚇，不出問題才怪。救護車呼啸而來時，我握緊包裡的錄音筆。婆婆被抬上擔架時，還在咒罵，都是那賤人害的，他克我。老公這次沒有立刻反駁，他看向我的眼神複雜難辨，而我報以無辜而擔憂的表情。醫院走廊上，醫生嚴肅地告知我們，婆婆是先兆流產，需要住院觀察。老公癱坐在長椅上，我輕輕握住他的手，安慰他會沒事的，心裡卻想着程瑾給我的藥還剩多少。婆婆最終保住了胎兒，但醫生警告必須臥床到分娩。回家收拾住院用品時，我在她枕頭下發現了那個防小人的符咒，上面赫然寫着我的名字和生辰。我用打火機點燃符咒，看着它在陶瓷杯裡化為灰燼。親愛的婆婆，您的小把戏太幼稚了，真正的報復才剛剛開始。婆婆出院那天，家裡彌漫着中藥的苦澀氣味，她半躺在客廳貴妃椅上，腹部已經明顯隆起，臉色蠟黃的像張舊報紙。老公將一袋袋中藥遞給我，語氣裡是前所未有的疲憊，說醫生叮囑婆婆需要絕對靜養，還感慨這段時間辛苦我了。我接過藥包，醫生說這是我應該做的，這個曾經讓我心動的男人，如今讓我反胃。婆婆突然睜開眼睛，向老公詢問他的燕窩在哪裡。我起身要去廚房拿，卻被他尖聲喝住，厉聲呵斥：誰要你拿了？他手髒。老公眉頭緊鎖，卻還是順從地走向廚房。這1個月來，他公司醫院兩頭跑，眼下掛着濃重的青黑。我注意到他後腦勺新冒出的幾根白髮，心裡冷笑。前世我產後抑鬱時，他可沒這麼上心。我坐到婆婆身邊，故意壓低聲音勸她別總生氣，說對胎兒不好。她立刻捂住肚子，警惕地瞪着我，厲聲呵斥：你少咒我孩子！我露出受傷的表情，從包裡拿出一盒進口堅果，說這是特意給她買的，含 DHA， 對胎兒大腦發育好。她狐疑地接過，看着包裝詢問是不是很貴。我微笑着回應，再貴也值得，這可是她和公公的禮物。老公端着燕窩回來時，婆婆已經吃了半盒堅果，她得意地衝兒子揚揚盒子，誇讚我孝順，比老公強多了。老公驚訝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回以溫順的微笑。這1個月，我精心扮演着賢惠兒媳的角色，連小區保潔阿姨都誇我孝順。我狀似無意地提起張醫生建議她適當運動，預防妊娠糖尿病。婆婆立刻緊張起來，追問什麼是糖尿病。我憂心忡忡地解釋，這是高齡孕婦的常見病，但只要控制飲食多運動就好，讓她別擔心。老公立刻附和我的話，讓婆婆聽醫生的建議。婆婆不情不願地點頭。我低頭整理藥包，掩去嘴角的笑意。前世她就是用醫生建議逼我順產的，現在輪到她自己嘗嘗這滋味了。晚飯後，老公罕見地主動洗碗，我站在廚房門口看着他笨拙的動作，提出想重新做設計的想法。他手一滑，盤子差點掉在地上，驚訝地詢問我是不是現在就要做。我輕聲細語地解釋，家裡開支大了，婆婆又需要營養品，正好有老客戶找我做珠寶設計，還能在家辦公。老公擦乾手，眉頭緊鎖，說婆婆現在需要照顧，擔心我兼顧不來。我急忙保證不會影響照顧婆婆，還提出收入3、7分，他7我3。他眼睛一亮，立刻答應下來，卻叮囑我別讓婆婆知道。我乖巧應聲，心裡冷笑，她當然不想讓婆婆知道，否則那70%收入就會被沒收。回到書房，我打開尘封已久的設計軟件。前世的我是小有名氣的珠寶設計師，婚後在婆婆逼迫下放棄了事業，現在這些技能將成為我的武器。第1單是個簡單的婚戒設計，我刻意加入了幾處不顯眼的瑕疵，足夠讓客戶不滿意，但又不至於被立刻退貨。我需要一個借口，頻繁外出洽談，而不是真的為了賺錢。凌晨2點，我正修改設計圖，書房門突然被推開，婆婆挺着肚子站在門口，睡袍鬆散地繫着。我迅速切換屏幕，詢問她怎麼起來了，她沒有回答，徑直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掀開筆記本電腦，屏幕上赫然是我和程瑾的聊天窗口，最後一條是10分
鐘前發的，藥量再減半，否則肝腎損傷不可逆。婆婆臉色驟變，厲聲質問：什麼藥？你給我下毒？我慌忙站起，假裝慌亂地擋住屏幕，解釋說這是程醫生給我開的調理藥。她厲聲怒罵：放屁！抬手就扇過來。我早有準備，假裝踉蹌撞到書架，幾本書重重砸在地上。老公聞聲衝進來，詢問發生了什麼事。婆婆歇斯底里地指着屏幕，告訴老公我想害死他，說我給他下了藥。老公看向屏幕，我搶先哭出聲，解釋說那是程醫生給我開的避孕藥，流產後要調理半年才能再孕。我捂着臉啜泣，說怕婆婆知道後不高興，才偷偷服用的。老公表情複雜地看着聊天記錄，那裡確實寫着避孕調理。婆婆不依不饒，說我在撒謊，還說她最近總頭暈，肯定是我害的。老公突然提高聲音幫我辯解，說我流產後一直照顧她，她不該這麼想我。我驚愕地抬頭，這是半年來她第一次為我和母親對抗。婆婆也愣住了，隨即暴怒，說老公居然為了我吼她，還強調自己肚子裡是她的親弟弟。老公疲憊地揉着太陽穴，說只是希望她講點道理，還讓我先去睡覺。我低頭退出書房，聽到身後婆婆的尖叫和摔東西的聲音，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無聲地笑了。第二天早餐時，婆婆拒絕下樓，老公黑着眼圈獨自吃飯，突然說同意我接設計工作。我筷子一頓，詢問她是不是婆婆同意了。她低頭喝粥，說不用告訴婆婆，讓我自己把握好分寸。我乖巧點頭，心裡清楚她態度的轉變不是因為體諒我，而是被婆婆折騰得筋疲力盡，急需一個出气筒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每天上午工作，實際上去程经診所或律師辦公室，下午回家伺候婆婆，順便在她飲食裡添加調味料。婆婆的情況越來越糟，妊娠糖尿病診斷書下來那天，她砸碎了客廳所有能砸的東西，她指着我的鼻子厉聲怒罵，都是你咒的，還說自從我流產，她就沒一天好過。我站在滿地碎片中，突然不想再裝了，反駁說這是高齡孕婦常見病，跟我沒有關係。婆婆沒料到我會頂嘴，一時語塞。老公聞聲從書房出來，詢問又怎麼了。婆婆立刻哭訴，說我翅膀硬了，欺負她，還感慨自己命苦，公公走了沒人護着她。老公看向我，眼中是前所未有的疲憊。我平靜地與他對視，說自己只是在陳述事實。這句話像導火索，婆婆抄起茶几上的果盤砸向我，我側身避開，果盤砸在牆上，水果滾落一地。老公突然大吼一聲，讓婆婆消停點。婆婆震驚地瞪大眼，隨即捂住肚子呻吟起來，喊着肚子痛，擔心孩子。這次我不再慌張，冷靜地撥打了120。救護車來之前，我湊到她耳邊，用只有我們能聽見的聲音說，妊娠糖尿病最怕情緒激動。她猛地抬頭，眼中閃過一絲恐懼。我微笑着退開，像個孝順兒媳一樣為她收拾住院用品。醫院走廊上，醫生嚴肅地告知我們，婆婆血糖過高，必須嚴格控制飲食。醫生還說，若不控制，胎兒有巨大兒風險，難產概率很高，建議剖腹產，最終決定權在婆婆自己。婆婆臉色慘白，詢問自己能不能順產。醫生走後，婆婆抓住兒子的手，說自己一定要順產。大師說了，順產的孩子聰明。老公這次沒有立刻答應，而是猶豫地看向我。我輕聲說，聽醫生的建議比較好。婆婆厲聲尖叫，你閉嘴！還說我就是想害死她的孩子。護士聞聲趕來制止。我退到走廊角落，從包裡掏出一盒巧克力，故意讓包裝紙沙沙作響。婆婆立刻看過來，眼中是飢渴的光芒。糖尿病患者對甜食的渴望遠超常人。我假裝要收起巧克力，解釋說是客戶送的，還提醒她現在不能吃。她掙扎着要下床，說只要吃一塊。老公攔住她，提醒她醫生說了不能吃甜食。她像個撒潑的孩子，哭喊着說就要吃，還說我們都想餓死她。我无奈地遞過盒子，讓她只吃一小塊。婆婆搶過巧克力，狼吞虎咽地吃了3塊，才被老公強行制止。她嘴角還沾着巧克力漬，卻已經得意地衝我笑，仿佛打贏了一場仗。我看着這個可悲的女人，心想不知道當她躺在產床上痛不欲生時，還會不會記得這盒巧克力的味道。婆婆的血糖像過山車一樣忽高忽低。老公第3次被叫到醫院，語氣已經有些不耐煩，問婆婆是不是偷吃了甜食。婆婆矢口否認，眼睛卻瞟向床頭櫃抽屜。老公突然叫我，詢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。我回應說還不錯，剛接了個大單，預付了3萬。他眼睛一亮，驚訝地追問，居然有這麼多。我補充說客戶很滿意我的設計，順利的劃尾款，還有7萬。婆婆立刻豎起耳朵，詢問什麼設計這麼賺錢。我輕描淡寫地說是私人定制，轉而提起她之前說的那個大師。婆婆警覺起來，追問我怎麼了。我憂心忡忡地告訴她，那個大師因為詐騙被抓了，騙了好多孕婦的錢。婆婆臉色一變，反駁我胡說，話沒說完就被老公打斷。老公質問婆婆是不是又給大師錢了。婆婆支支吾吾的樣子已然說明一切。老公氣得臉色發青，質問她10萬還不夠，到底給了多少。婆婆聲音越來越小，說就20萬。老公猛地站起，厲聲質問那20萬是哪來的。婆婆不再說話，眼神飄忽。我適時打圓場，說婆婆也是為了孩子好，讓老公別生氣。婆婆突然冲我大吼，你閉嘴！自從你嫁進來，我們家就沒好事。老公這次没有站在母親那邊，冷冷地說，再這樣就送她去月子中心住到生產。婆婆像被掐住喉嚨的雞，瞬間噤聲。醫生進來查房，宣布婆婆可以出院，但必須嚴格控制飲食。回家路上，老公罕見地主動幫我拎包，而婆婆坐在後座生悶氣。當晚，老公敲開書房門，要求看看我的設計工作。我挑眉，打開電腦給他看一對耳環的半成品設計。他言不由衷地誇讚好看，隨即話鋒一轉，問起婆婆那20萬的事。我直接挑明猜測那筆錢是從她給婆婆的贍養費裡出的。老公臉色大變，質問我怎麼知道贍養費的事。我平靜地告訴他是銀行流水顯示的，還有麗華裝飾的轉賬記錄。他額頭滲出冷汗，急忙讓我聽他解釋。我關上電腦，說不用解釋，只想知道我們的共同存款還剩多少。他支支吾吾說不出話。我冷笑一
聲，從抽屜裡拿出一疊文件，告訴她只剩不到1/10。老公面如死灰，這些證據足夠在離婚時讓他淨身出戶，而他心知肚明。他聲音發抖，說自己是一時糊涂。我輕聲說可以不計較，但有2個條件。他立刻追問我是什麼條件。我豎起一根手指說：第一，從今天起婆婆的開銷由她自己負責；第二，我的收入歸我自己。老公猶豫了，我知道他在權衡利弊，他終於點頭答應，卻叮囑我別讓婆婆知道。我微笑着應聲說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。這個秘密像一把刀，將陸家母子看似堅不可摧的同盟劃開第1道口子。婆婆很快察覺到異常，當她再次要求兒子買燕窩時，老公破天荒地拒絕了。她低頭玩手機，不敢看母親的眼睛，借口醫生說要控制飲食。婆婆聲音拔高，質問她自己懷着她弟弟吃口燕窩都不行。老公吞吞吐吐說最近手頭緊。婆婆冷笑，轉頭將矛頭指向我，質問是不是我搞的鬼。我正往她側躺椅上做手腳，聞言抬頭說她別總把矛頭指向我。婆婆怒罵賤人，抓起側躺椅砸過來，我偏頭躲開，儀器撞在牆上碎了。老公終於爆發，吼着讓婆婆別鬧了，說一台側躺椅500多。婆婆不敢置信地瞪大眼，質問她居然為了500塊吼親媽。老公煩躁地抓頭髮，說不是錢的問題，再這樣就送她去月子中心。婆婆像被雷劈中般僵在原地。我悄悄退出客廳，留他們母子对峙。廚房裡，我打開冰箱，取出提前準備好的榴蓮蛋糕，故意放在顯眼處。10分鐘後，婆婆氣呼呼地衝進廚房，一眼就看到了蛋糕。她左右张望，迅速挖了一大塊塞進嘴裡。我站在门外，用手機拍下這一幕。糖尿病患者偷吃高糖食物的證據，將來會非常有用。當晚，婆婆血糖飆升到危險值，不得不叫救護車。急診室裡，醫生嚴肅警告，再這樣下去，胎兒會有生命危險。婆婆躺在病床上，面色灰敗。老公站在床邊，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冷漠。而我安靜地坐在角落，看着這場由我導演的悲劇緩緩拉開帷幕。婆婆在懷孕第32週時早產了，老公手忙腳亂地扶着她母親，床單上已經暈開一片血色。我冷靜地撥通120，然後開始收拾待產包。這個場景與前世我難產時何其相似，只是角色完全對調。老公衝我大吼，質問我磨蹭什麼。我回應說馬上好，同時將婆婆的孕期日記塞進包裡，那上面記錄着她每天偷吃的甜食和拒絕的運動。救護車的鳴笛劃破雨夜，醫護人員抬走婆婆時，她死死抓着兒子的手，念叨着一定要順產。大師說，老公甩開她的手，不耐煩地說，都什麼時候了，還提大師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粗暴地對待母親。醫院走廊冰冷漫長，產房裡傳來婆婆撕心裂肺的慘叫，而我和老公坐在長椅上，像2個陌生人。她突然問我，婆婆能不能挺過去？我輕輕握住她的手，說醫生會盡力的。沒有安慰，沒有保證，就像前世她對我說過的話。產房的門突然打開，護士匆匆跑出來，說產婦堅持順產，但胎兒過大卡在產道，需要家屬簽字轉剖婦產。老公愣在原地，我接過同意書和筆塞到他手裡，讓他快簽字，再拖下去孩子會缺氧。他顫抖着簽下名字，護士立刻衝回產房。又過了仿佛1個世紀，一聲微弱的嬰兒啼哭終於傳來。老公跳起來，臉上是久違的喜悅，大喊着生了。但醫生走出來時表情凝重。醫生說孩子體重4.8公斤，屬於巨大，有低血糖症狀，需要進保溫箱。他頓了頓，又說產婦大出血，還在搶救。老公臉上的笑容凝固了。我安靜地站在一旁，心裡清楚婆婆不會死，死亡太便宜她了，我要讓她活着品嘗自己種下的苦果。天亮时分，婆婆被推出手術室，面色慘白如紙。醫生告訴我們，她子宮嚴重受損，不可能再孕，而且會留下永久性的尿失禁問題。新生兒監護室外，我們第一次看到那個孩子，通體發紅，臉上布滿產道擠壓的淤青，像個皺巴巴的老頭。老公下意識地說，怎麼這麼醜？護士不悅地解釋，巨大兒都這樣，過幾周就好了。我隔着玻璃觀察這個前世間接害死我和女兒的孩子，他正哇哇大哭，聲音卻像貓叫一樣微弱。前世婆婆稱他為陸家的希望，如今看來不過是個病弱的早產兒。婆婆醒來後的第一句話就是詢問孩子在哪裡，說要看孩子。老公解釋說孩子需要特殊護理，醫生說要住2周保溫箱。話沒說完就提起費用問題，婆婆立刻打斷他，說多少錢都行，這可是老陸的遺腹子。老公臉色變了變，我知道他在想什麼。錢。自從我揭穿他轉移財產的事後，他的經濟狀況捉襟見肘。我適時開口說，我那個設計項目的尾款到了，可以先墊上。婆婆立刻警覺詢問什麼設計項目，老公急忙打岔，讓婆婆別操心這個，好好休息。但婆婆不是那麼容易糊弄的。出院回家後，她趁老公上班，拄着拐杖闖進書房，質問我到底在搞什麼鬼。我正在和律師視頻，迅速合上電腦，勸婆婆好好休息，讓她先去休息。婆婆厉聲呵斥少來，一把掀開我的筆記本，可惜屏幕已經黑了。她質問我是不是挑撥離間，才讓老公最近變得怪怪的。我扶她坐下，遞上一杯溫水，說她多心了。趁她喝水時，我故作猶豫地提起家裡最近經濟確實緊張。婆婆冷笑說，老公年薪50萬，根本不可能緊張。我瞪大眼睛，告訴她老公的投資全賠了，還欠了債。婆婆臉色一變，反駁說不可能。話沒說完就停住了，眼神閃爍。我緊盯着她追問，她卻突然閉嘴，不願再多說。我拍拍她的手，讓她別操心，說我的設計收入還不錯，能支撐一陣。婆婆狐疑地看着我，詢問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能賺錢。我微笑着回應，說自己一直都有這個能力，只是以前沒機會展示。這句話像針一樣刺中她的自尊。婆婆一直以陸家養你的姿態壓制我，如今這個謊言不攻自破。當晚老公加班到很晚才回來，婆婆已經睡了。我坐在客廳等她，我直接告訴老公，婆婆今天問起了家裡的經濟狀況。她脫外套的手一頓，急切地詢問我是怎麼說的。我告訴她，我謊稱她投資失敗了，還觀察着她的反應，補充說婆婆當時顯得很驚訝。老公癱坐在沙發上，坦言婆婆當然驚訝，那些錢全給她了。我輕聲詢問她總共給了多少，她
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說前後差不多200万。我早從银行流水猜到大概數字，但親耳聽到還是心頭一震。200萬足夠我和女兒過上舒適的生活，卻被他偷偷轉移給了那個毒婦。他抓住我的手，聲音愧疚說自己知道錯了。我抽回手，詢問他孩子出院後誰來照顧。他愣了一下，說當然是婆婆來照顧。我冷笑說婆婆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還提起醫生說那孩子體質弱，需要精心護理。老公沉默了，他当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，無盡的液體，頻繁的醫院往返，高昂的奶粉和醫藥費。2周後孩子出院了，婆婆堅持要親自照顧，結果第1天就崩潰了，嬰兒每2小時醒一次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拖着產後虛弱的身體爬起來餵奶，卻因為沒及時開奶，根本擠不出母乳。凌晨3點，她衝進我們臥室尖叫，讓老公去買奶粉。老公睡眼惺忪地開車出去，卻發現24小時藥店最貴的奶粉要398一罐。他給我發微信抱怨，我沒回。錢是我女兒喝的，可是68一罐的平價奶粉，還被婆婆罵浪費。第2天早餐時，婆婆頂着2個黑眼圈，懷裡嬰兒哭個不停。她驚恐地詢問我孩子是不是病了。我瞥了一眼，告訴她只是正常哭鬧。她突然把孩子塞給我，說自己頭疼，讓我幫她帶帶。我沒有伸手接，任由嬰兒在她懷裡扭動，說自己在趕設計稿，客戶催得急。婆婆尖叫着質問我什麼破設計比孩子重要。我平靜地回應，說是能賺錢養家的設計，還反問她不然孩子的奶粉錢從哪來。婆婆被噎得說不出話。這時老公從洗手間出來，她立刻轉向兒子，讓老公管管我。老公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哭鬧的嬰兒，突然轉身往門外走，說自己上班要遲到了。婆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一手抱着哭鬧的嬰兒，一手扶着隱隱作痛的刀口，終於意識到在這個家裡她不再是那個呼風喚雨的太後了。而我安靜地喝完最後一口咖啡，起身去書房繼續我的設計工作。電腦屏幕上一封新郵件提醒閃爍，我的珠寶設計被知名雜誌選中，專欄採訪約在下周，復仇的果實正一個個成熟。嬰兒的啼哭聲在凌晨3點準時響起，我睜開眼，聽着隔壁主臥傳來的咒罵和摔東西聲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婆婆已經連續2周沒睡過整覺了，她眼下的青黑深得像被人打過。客廳裡傳來重物倒地聲，接着是嬰兒更加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我推門出去，看見婆婆癱坐在地，她發現我後立刻破口大罵，說都是我咒的，還念叨着自從我嫁進來就沒好事。我平靜地打斷她，說自從我嫁進來，她就處心積慮想除掉我，比如在我月子餐裡下毒。婆婆像被掐住喉嚨的雞，嘴唇開始發抖，手指无意識地抓緊尿濕的睡袍。我俯身在她耳邊輕聲詢問，她知道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嗎？我告訴她，因為我在那盒飯裡聞到了甜杏仁的味道，氰化物的味道。婆婆猛地推開我，後背撞在茶几上，嘶吼着瘋子，你瘋了！嬰兒在她腳邊哭得聲嘶力竭。我淡淡開口，問她是不是一直想知道為什麼她的小兒子這麼體弱多病。我告訴她，因為她懷孕時偷吃的每一口甜食，拒絕的每一次運動，都報應在她身上了。婆婆掙扎着爬起來，怒吼閉嘴，還大喊着讓老公出來，說我瘋了。老公的房門緊閉着，沒有絲毫動靜。婆婆跌跌撞撞的去拍門，像個可笑的落湯雞。我抱着嬰兒回房，從抽屜取出一小瓶藥水，滴在她奶瓶裡，這是程謹特制的營養劑，至少能讓這個小可憐少受點罪。前世我的女兒連一口母乳都沒喝到，今生我卻要餵養仇人的孩子，真是諷刺。天亮後，我穿戴整齊準備出門，婆婆堵在門口，眼下掛着2個浮腫的眼袋，詢問我要去哪。我晃了晃手中的邀請函，告訴她要去參加雜誌採訪，是關於我的設計獲獎的事。她一把搶過邀請函，詢問我得了什麼獎，掃了一眼後臉色大變，疑惑我什麼時候參加的國際珠寶設計大賽。我拿回邀請函，故意提高聲音回應，說自己一直都有這個能力，只是沒機會展示。我還補充說忘了告訴她，我已經和瑞麟珠寶簽約，年薪60萬。老公的房门猛地打開，他頭髮蓬亂地探出頭，驚訝地追問年薪是多少。我微笑着看他，說60萬，還是稅後的。我還告訴他下周1要去巴黎領獎，大概要去1周時間。婆婆尖叫着反對，質問我孩子誰來帶。我故作驚訝地回應，當然是他，還說這不是他心心念念的陸家香火嗎？老公的眼神在我和母親之間游移，我能看見他腦子裡噼啪作響的算盤聲。60萬比他工資還高。他突然說要送我去機場，婆婆不敢置信地瞪大眼，質問老公怎麼能這麼做。老公語氣生硬地回應，說我事業有成是好事，眼睛卻不敢看母親。我輕笑一聲，拎包出門。老公很快追上來，殷勤地幫我拿外套，按電梯。這個勢利眼的男人，前世為了討好母親，可以眼睜睜看着妻女去死，如今為了錢也能背叛母親。車上他幾次欲言又止，等紅燈時，他終於開口詢問我們能不能重新開始。我轉頭看他，這張曾經讓我心動的臉，現在只讓我惡心。反問他怎麼重新開始，他吞吞吐吐地說，婆婆年紀大了，帶孩子確實力不從心，我們可以請保姆，用我的收入支付。我冷笑，反問他是不是在打我收入的主意。我告訴他，之所以突然告訴他年薪，是因為根據婚姻法，他的債務與我無關，但我的收入離婚時要分他一半。我欣賞着他驟變的臉色，補充說，除非我能證明他轉移夫妻共同財產。他的臉瞬間慘白，他聲音發顫地喚我，話卻說不完整。我輕聲提起那200萬，告訴他轉給婆婆200萬，卻眼睜睜看着我和女兒死去。他一臉茫然地反問什麼女兒，還疑惑地問我到底在說什麼。我這才意識到說漏了嘴，迅速調整情緒，說已經到地方了，讓他停在這裡。他沒有動，死死抓住方向盤，質問我是不是早就想離婚了。我告訴他，從他第一次站在婆婆那邊指責我開始，我就想離婚了。我推門下車，告知他律師函下周會送到他辦公室。雜誌社的採訪很成功，我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裝，侃侃而談女性獨立與藝術創作。採訪結束後，我直接去了律師事務所。張律師推了推眼鏡，告訴我，根據我提供的證據，老公至少需要
要返還140萬，還詢問我對婆婆的處理意見。我示意不及，翻開筆記本讓她看屏幕上的視頻。視頻裡是婆婆在嬰兒奶粉裡摻安眠藥的畫面，這是我在客廳裝的隱形攝像頭拍到的。她為了讓孩子睡整覺，不惜下藥。張律師倒吸一口冷氣，說這可以告婆婆虐待兒童。我合上電腦，告訴她我要的不是告婆婆，而是要她親眼看着自己真實的一切化為烏有。離婚協議送到老公手上那天，婆婆瘋了似的給我打電話，我直接拉黑了她的號碼，轉而打給社區居委會舉報有人虐待嬰兒。當晚社工上門檢查，我通過攝像頭看着婆婆歇斯底里的表演和老公狼狽的辯解，而那個可憐的孩子就躺在嬰兒床裡不哭不鬧。第二天，我接到老公公司 HR 的電話，說他突然請假，我立刻知道發生了什麼，社工一定威脅要報警，他們不得不帶孩子去醫院檢查。程錦在醫院工作，很快給我發來消息，孩子血液檢出安定成分，已報警。你老公正和他母親在警局互相推諉，警局裡婆婆和老公正在互相指責。我站在单向玻璃後，听着他们的供詞，老公滿臉油汗，辯解是媽的主意，她說孩子太吵。婆婆厲聲尖叫，放屁！要是你買的！警察厭惡地看着這對母子，告知他們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，兩人涉嫌虐待嬰幼兒，將面臨刑事指控。老公突然指向我，辯解孩子是我在帶。警察順着他的指向看到我平靜地出示手機裡的監控視頻，說明過去3個月我因工作原因很少在家。視頻裡都是婆婆照顧孩子的畫面，視頻裡婆婆粗暴地搖晃嬰兒，往奶瓶裡倒藥粉，甚至用枕頭捂住哭鬧的孩子。警察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婆婆急忙辯解不是這樣的，撲過來想搶我的手機，說我陷害她。我輕巧地避開，從包裡拿出一份文件，說明我申請離婚，還出示了老公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證據。老公面如死灰，而婆婆突然發出一聲嚎叫，癱倒在地。警察叫來救護車，診斷結果是中風。醫院走廊上，醫生告訴我婆婆左側肢體癱瘓，語言功能受損，需要長期康復治療。我輕聲說真不幸。目光轉向一旁呆坐的老公，詢問他打算怎麼照顧婆婆和孩子。他抬起頭，眼中是前所未有的絕望，向我道歉認錯，懇求我原諒他。我冷冷地告訴他原諒是不可能的，說完便轉身離開。婆婆的中風讓她左半邊身體徹底癱瘓，嘴角永遠掛着一條鹹水。法院最終判決她6個月監禁，緩期執行。老公就沒那麼幸運了，因參與虐待嬰幼兒，他被判1年有期徒刑，緩刑2年。公司得知後立即解雇了他，還追究他經手項目的財務問題。我的離婚官司打得異常順利，法院判決老公歸還轉移的140萬財產，並每月支付孩子撫養費。盡管那個孩子與他並無血緣關係， DNA 檢測顯示孩子的生父是那個所謂的大師。婆婆花了30萬請他調理出的一父子。知道真相那天，老公在法庭上當場嘔吐，而婆婆坐在輪椅上，只能發出啊的聲音。我將這些畫面保存在手機裡，每當夜深人靜難以入眠時，就拿出來看看。這不是殘忍，而是必要的治療。離婚後，我的事業蒸蒸日上，在最新一期的雜誌專訪中，我首次公開談論那段婚姻。我坦言有些傷害，原諒不是美德，遺忘才是愚蠢。1年後的深秋，我去福利院做義工時，偶然見到了那個孩子，他已經會走路了，雖然比同齡人瘦小，但至少不再有安眠藥造成的呆滯眼神。我問護工他叫什麼名字，護工笑着告訴我他叫桑念寧，是院長取的，還說有位姓桑的女士一直資助他們。我蹲下身與孩子平視，他好奇地打量我，突然伸手碰了碰我胸前的鳳凰胸針。我輕聲問他是不是喜歡，還告訴他這是鳳凰，代表着重生。孩子咯咯笑起來，露出2個酒窩。這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前世那個沒能長大的女兒。起身時，我發現自己的手在抖。走出福利院，深秋的陽光溫柔地灑在肩上，手機震動起來，是程錦的信息：媽，快不行了。養老院問要不要搶救，我回了個按常規處理，然後刪掉對話框。紅燈前，一個熟悉的身影騎着電動車擦過我的車窗，是老公。他比上次見時老了10歲，後腦勺的白髮在陽光下刺眼得很。後座上綁着外賣箱，側面印着閃電送餐4個褪色的字。他沒有認出我的車，或者說根本無暇注意周圍。綠燈亮起時，他像離弦的箭一樣衝出去，差點被右轉的卡車撞上。卡車司機探出頭大罵，而他只是麻木地扶正頭盔，繼續趕路。我打了左轉向燈，駛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後視鏡裡，老公的身影越來越小，最終消失在車流中。窗外，夕陽將天空染成絢麗的橘紅色。我舉起茶杯，對着虛空輕輕一碰，敬重生。